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今年的新朋友，可以说是有痞帅的外壳，但有着一个东北的内核。掌声有请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浩。这节目播出之后，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好评。他说：“哥，你真是我见过最像流氓的律师。”但是我来自一个挣得发邪的家庭，你搁我们家别说流氓了，搞笑都是违禁品，因为我们家人觉得搞笑会让人滑向轻浮的边缘，没有任何幽默感。我的法官母亲第一次到线下听我讲脱口秀，被主持人问说：“阿姨，您觉得您孩子讲怎么样？”我妈说：“以上他说的属实。”所以说我身上这股歪劲儿到底是哪来的？我只能说我家原生态没有问题，但是有外来物种的入侵。我继父，他太社会了，一生兄弟大过天。你从他身边的哥们儿就能看出来，身上都得纹点东西，那种东北简笔画，然后纹个龙啊，纹个虎啊，最狠有人直接搁手背上纹了个刀字儿。后来知道他原来想纹忍，他没忍了。我爹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，自己搁老家那边收拾出来一个小院，以前每周都叫一帮兄弟来家里吃饭。他订了一个能坐20个人的餐桌，做饭用的都是那种农村烧柴火大铁锅。那桌上坐满人那一刻，我一看，那是继父吗？那不教父吗？但是最近这一年不用大铁锅了，因为来的兄弟越来越少，他看着也有些落寞，因为不做大锅好多年。其实我跟我这个继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父子的回忆，倒是总有一种那种隐约的尴尬。以前都是他每天送我去上学，车上常年播放着相声，我俩都喜欢，但是都不笑。一直到高考结束，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明天去看相声，我才知道他居然找人花了大价钱搞了2张北京德云社20周年北展剧场的演出门票。很感动，2张票，其实我可以自己去看的。那是我俩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单独出去玩。结果第2天转头他就把火车站给搞错，路上赶火车的时间一下子就变得不够。但是我发现他一边开车一边把墨镜戴上，那一刻我下意识把安全带插紧了，就因为我知道如果他在驾驶的过程中戴上这个墨镜啊，这个墨镜就帮他屏蔽掉一切会导致他分心的光线，包括红绿灯。我爹那一脚油门直接上了外环，我爹闪转腾挪的时候，我提醒他有区间测速，他说区测速啊。我俩是离发车间还有最后1分钟，连滚带爬赶上那个火车，但是一路上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，一直到车过了山海关那一站，我爸突然怼我说：“我要给你拍张照，发个朋友圈。”就那一刻我知道父爱无声，但得留痕。他一边拿手机一边问了我个问题，给我问住。他说我票呢？就那一刻我就怀疑到底有没有过这2张票。我爷俩浑身上下一块找，最后他是看那个墨镜才想起来，因为今天早上戴了墨镜，所以那2张票被他忘在了他汽车的遮阳板里。就那一刻我好像学会了相对论，朋友们，空间跟时间很神奇，这是相对的。就比如说那一刻我在火车上，我离郭德纲越来越近，但是我也离郭德纲越来越远。我知道接下来我俩一定会在下一站下车回家，山海要给我俩关回去。但是我爸啥话也没说，他又把他的墨镜给戴上。他戴上墨镜之后给刚子打电话，不是德刚啊，是手背上有刀的那位。电话通知我爸说：“刚啊，干啥呢？我跟孩子去北京看演出，都过山海关了，发现票落我车上了。你开车来追我俩，能追上吗？
刚子这辈子没有质疑过他大哥任何一个指令。刚子说：“哥，你这话说的，有啥追不上的？你慢点开就能追上。哎，你跟孩子坐谁车去的？”我爸说：“动车。”刚子给电话撂了，就再也没打通。但是到了北京之后，我爸依然选择早早带着我站到那个北展剧场那个大铁门的外面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我们俩就那么看着剧场外面的人由少变多，又由多变少，天色一点点变暗。我们一直等到开演前15分钟，那个时候我想的是至少已经见过北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人海里出现了另外一个戴墨镜的男人，刚子。我爸见到刚子说的第一句问候震撼我到现在。我爸摘下墨镜看着刚子说：“有点慢了啊。”我们仨就一起往剧场走。我们仨进了北展那个大铁门之后，我敢说我们仨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票贩子。我们被票贩子包围了。我爸问了一下那个价格，比他买的便宜多了。我们仨当时都很尴尬。我爸看眼票贩，又看眼刚子，早知道搁这儿买了啊。但是刚子一定是我们那里最尴尬的，因为大家还记得我最开始跟你们说，我爸找人花了大价钱搞这2张票，刚子就是这个人。那天的结局是给刚子买一张黄牛票，刚子根本就不喜欢听相声。我们仨一起进去看演出，全场爆笑如雷，只有刚子跟我爹不笑。我就问我爸，我说：“爸，你咋不笑？你是不是累了呀？”我爸说：“没有咱仨有意思。”几天之后，我爸开始陆续收到违章通知，闯红灯、超速。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，刚子啥信儿没收着，还获得了一次重新考驾照的机会。你知道有一年过年的时候，我跟我爹，我俩人喝都有点多了，我就突然问了我爹一个问题，我说：“爹，咱俩能当兄弟吗？”我爸说：“当兄弟你还差点意思。”我就想起了当年这件事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爸，如果当年是你跟刚子去北京看演出，但是票落车上了，你俩是不是没招？”我以为问住他了，但是我爸笑得特别轻蔑。我爸说：“那有啥呀？刚子不在，还有你勇舅；你勇舅不在，还有你彪叔；你彪叔不在，还有你强子哥。”朋友们，就那一刻我释然了，我当不了我爸的兄弟，只有刚强彪勇的人才能当我爸的兄弟。先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浩。